大家好，我是 QB 老师。一直有很多朋友希望我能够介绍一下 UE5 内建的布料模拟。坦白说，我对它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所以就先用这段影片来当做例子，介绍一些基本概念和操作流程。等我有更多经验，再跟大家做比较深入的分享。UE5 的布料系统是混乱物理系统 Chaos Physics 的一部分，所以通常就被称作是 Chaos Cloth。这个系统不同于 Kawaii Physics 或是 SPCR 的地方，在于它不需要在衣服上面有骨骼来带动，而是真正的布料模拟，所以有相当真实的效果，但相对来说也非常耗费系统资源，所以等级不够的电脑可能会跑不动。那另外它也有不少的限制，很多已经做好的模型可能会没有办法使用。接下来我就用刚才影片里的小爱的服装来当做例子。小爱的这套服装是 Beret Studio 内建的，建议大家可以用它或者是其他这些比较简单的服装，而不要用这些比较复杂的或者是原神的这种多层结构的服装来做练习。我另外呢也会用到这一套水手服来做一些比较。我们把这两个小爱的 VRM 档都导入到 UE5， 然后先来看水手服小爱。我们来设定它的裙子的布料，在裙子上面按下滑鼠右键，选择 Create Clothing Data from Section。中文的话是从分段创建布料数据。这里我们可以修改布料数据的资产名称，以及选择碰撞使用的物理资产。我把布料数据的名称后面再加上 skirt， 以便跟上衣做区别，然后按下创建。接着要把刚创建的布料资产应用在裙子上，所以我们又再按下滑鼠右键，选择应用布料数据。那如果是英文界面的话，是 Apply Clothing Data， 然后选择刚建立的这一组布料数据。那之所以要把创建跟应用这两个步骤分开，而不是一次就完成，是因为我们可以建立很多组的布料资产，让同一件衣服有不同的质感。现在在视窗右上方应该会出现一个 Clothing 布料面板，面板的最上面会显示刚创建的布料资产，然后我再替上衣也建立布料资产。那我在资产名称的后面加上 Top， 那我把它也应用到上衣的部分。接着我们就来设定裙子的质感，在布料面板这边先选到裙子，然后按下工具列上面的激活布料绘制，我们就会看到裙子变成半透明的粉红色。那这个步骤呢，就是设定衣服的网格体上面每一个顶点受到布料质地参数的影响的程度。那0代表完全不受影响，也就是现在这个粉红色的状态，而100是最大值。画面上现在有这样子的绿色的点，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圈的范围，就是代表笔刷大小。在裙子上面点一下，整个裙子会变成是灰白色，就代表所有的这些顶点已经都被我们修改了它的影响程度。然后我们先按下停用布料绘制。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裙子的部分已经受到影响了。我们看到裙子的外形看起来很凌乱，跟小爱的下半身并不太吻合。这是因为裙子的碰撞是由物理资产，而不是小爱的模型来决定。而 VRM4U 帮我们建立的物理资产，我觉得很糟糕。甚至我建议在导入时就直接关掉它，
也就是在导入视窗勾选 No Physical Asset 这一项。不过这里我们也先来看一下，如果没有物理资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把这边重置，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裙子立刻就掉下来了，因为在这里没有物理资产的胶囊去挡住它。其实不管有没有物理资产，通常像裙子这一类的服装，在腰部的部分，我们都会把它的影响设成是0，让裙子可以固定在腰部上面。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怎么样做这样子的修改。再次激活布料绘制，我们看到裙子又跑上来了，然后在布料面板这边往下卷动。这里我们会看到工具的部分现在是选在笔刷，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其他的工具。那在笔刷的 Tool Settings 有一个 Paint Value， 就是要刷上去的数值。那把这个数值调到0，因为我们只要腰部的部分刷上去，所以我把半径调到2。好，那我现在把最上面这一排这样子刷过去。好，那现在刷过去，我把下面这一排也刷过去好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颜色变成是黑色，但是黑色还不是把影响力降到最低，降到最低的时候会变成是粉红色。那这个是因为笔刷的强度只有调到 0.5， 所以它并不会把原本的数值全部盖掉。我个人建议笔刷的强度就直接把它调到1。那衰减的话指的是笔刷的周围范围。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范围的时候，会看到中间有一个圈，外面有一个圈，在中间的圈范围里面的全部都是刷上我们设定的数值，然后中间的圈到外面的圈之间数值的影响就会慢慢减弱。好，那所以我现在把它设回到2。那现在在最上面这边我刷过去就会变成是粉红色的了。好，那这一排我也把它刷成粉红色，更下面的我就不刷了。旋转角色的身体，我们看到背后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影响，好，所以在背后的部分我们也同样再把它刷上。那有时候我们还可能要转到侧面再检查一下是不是很完整的都刷上了我们要的数值。在旋转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如果笔刷头没有出来的时候，就不是进行笔刷的动作，所以要注意。总之，通常我都会用小笔刷，高强度，衰减也会设成比较小，这样子的方式，一排一排的去刷上这些强度。现在关掉布料绘制。好，那因为没有物理资产的关系，所以裙子会直接的垂下来。这里我有一个之前就建好的物理资产，那我先借过来用。好，现在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感觉上没有太大问题。我再打开 IK 重定向器，用动作来测试一下。好，那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回到骨骼网格体的视窗这边，那在百褶裙上面会有很多看起来不太自然的光影。这种情况在百褶裙特别容易出现，而且百褶裙的皱褶也比较容易有不规则的情况。这个情况有部分的原因可能跟模型的面数有关。那像这一条裙子的光影还有皱褶的部分看起来就好得多，因为它的模型的面数是稍微高一点的。不过这一类的问题大概光是靠提高面数并不能够解决。我们接着来介绍有关布料质感的设定。那这边我就继续用这一个面数比较高的模型。我们先选到裙子的布料数据，在布料面板这边往下卷动之后，在物理资产的底下有布料配置。
我们先来看下面的 Chaos Cloth Shared Simulation。那这一项是会影响到场景里面所有的布料，所以它是一个 shared 参数。打开它，然后再打开 Simulation 模拟。那这里有2个参数，第一个是迭代的次数。我个人的感觉是增加迭代技术的话，会增加布料的厚重感。那这里我先把这2项都改回预设，然后我在布料这边增加一点风力，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布料会飘起来。我把这边改成是4，裙子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的飘起来。数字调的越大，它就越飘不动。那另外细分数量这边呢，会增加整个布料的刚性。我现在把它调高之后，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裙子是绷住的。还有时候，即使在物理资产都已经正常设定的情况之下呢，手脚仍然有可能会穿模。那这时候可以把迭代技术或者细分数量稍微提高，可能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平常习惯上是会把这2项都设为2。那但是提高这2项就有可能会增加GPU 的运算。至于 Chaos Cloth Config 这个部分是有关个别的布料的一些设定参数。那这部分我想可能要等到下一部影片我再来做介绍。我们先回到布料绘制跟物理资产的部分。那这边呢，我就改成用这件长裙来说明有关布料绘制的问题。那它的布料数据和物理资产我都已经设定好了。另外这边也要特别提一下，就是 VRM 模型在衣服上面会有这些骨架，而且骨架是绑在脚上面的。那对于布料模拟来讲的话，如果你的笔刷的数字是比较高的，那其实有没有骨架影响并不会太大。不过我个人的习惯会先在 Blender 里面把这些骨架拿掉，因为在绘制的时候其实看到他们在这边会很碍眼。而且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来，这些骨骼其实是会拉动裙子，那就会影响到裙子布料的原始的位置。那这边我还是暂时先把这些骨架给保留着。好，那我现在就激活布料绘制。那如果你看不到粉红色半透明的裙子，就是代表你没有选到布料数据。好，那所以选好之后，我们往下找到工具这边，我们还是先用笔刷。这里我们先只刷下半身就好，因为像上半身有2层的衣物，这种情况是很难处理的。通常我们就是用100的数字去刷我们要的部分。不过这里要先提一下，这些数字跟对布料的影响程度呢，它其实并不是线性的关系，就是100%跟10%，可能你并不会看到很明显的差别。10%跟1%之间的差别也不见得很明显，但是0跟1的差别就非常大了。根据这个裙子的长度，所以我可能把半径设成是30，这样子的大小应该可以。然后强度调到最高，那衰减的部分我还是习惯把它调稍微小一点。那现在我把它稍微调平，就是让腰的部分是平的，那我就可以在腰部以下的地方去刷颜色。那通常我们再怎么刷，没有办法把背后整个全部刷满，所以要再转到背后，也一样把它稍微拉平，这样子刷背后的部分，然后再把身体侧面的部分给补上。好，那这样子下半身大致上就
可以了。那这里我们会看到，裙子大致上还是维持 A 字的形状，并没有整个都垂下来。然后这里我用动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整个感觉还是 OK 的。第二个工具是梯度，也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开始点到一个结束点之间，它这个刷上去的数字是逐渐变化的。那这个经常就是用在像裙子或者是飘带，我们希望它末端的地方可能比较轻飘飘一点的时候，就会用这种方式。好，使用这项工具的时候，在这边会有一个开始跟结束的数值。我们在开始的位置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角色的上半身，我都希望它是维持0的数值，那我就从这个地方定为是开始点。这边我点了一下之后，到结束的位置，我先按住 Ctrl， 然后再点一下，我们看到这个结束点会变成是红色的，所以在这个范围之间，数值就会从0逐渐变化到100。设好之后，我们按下 Enter。好，那但是这个指令其实有一点问题就是我们看到除了刚才我点的这个点之外，它靠上面的部分并不是0因为我们知道0应该是粉红色的，所以我必须再用笔刷，然后数值调到0之后呢，在上半身的部分，我要再把它给刷回0。大概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下半身就可以维持这个梯度的设定。好，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裙子就是上面这边可能会比较绷一点，然后底下的部分会比较飘一点。再来是平滑工具，那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好，我现在先把半径调小一点。好，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部分，我想让它的数值变化比较平滑一点，那我就设定好这个半径、强度、衰减这些之后呢，在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就是这样子刷过去，那它就会把这边的这些部分去做平滑。好，最后是填满工具。那填满工具就是指把某一个数值，就是我们这边的 fill value 填满到整个衣服上面。那好比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点一下，那它就会把这个部分全部用100填满。那但是我们看到，因为底下这边有这个梯度在这个地方，那所以它就不会再往下填满下去。那这个跟 Photoshop 里面的填满工具其实是蛮类似的。有关这个布料绘制的部分，我暂时就先介绍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物理资产的问题。要建立新的物理资产，我们在骨骼网格体上面按下滑鼠右键，选择创建，然后选择物理资产。那这里有创建以及创建并指定这两个不同的指令。那通常我们就选择创建并指定。那这里要注意的是，其实服装的物理资产跟角色本身的动作等等之类的物理资产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选择创建就可以了。那在创建的时候，当然通常我们会用胶囊体，而上面的最小骨骼尺寸是代表说，比这个尺寸还短的骨骼就不会替它建立胶囊体。那所以通常以人物来讲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数字设在10左右。好，那我现在按下创建物理资产。好，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不必要的物理资产。那这些部分主要是来自于它的头发，还有衣服的骨骼。
所以创建好之后，我们再把头发跟骨骼的部分比如说这个是眼镜然后这些都是头发，所以我就把它拿掉。还有像底下的这几个都是裙子上面的骨骼，这几个我都可以拿掉。好，那这些大概就是我们主要会用得到的物理资产的部分。然后我们就可以个别的调整这些胶囊。那通常我们就是在正面跟侧面去做调整。那调整的时候呢，在细节面板这边往下，我们会看到有这个图源其实有时候我还是比较习惯用英文界面。我们会看到这边胶囊体，然后打开之后就包括它的位置、旋转等等。那比如说以现在这个胶囊体来讲的话，我把它转90度之后，然后长度跟半径都缩小到比较合理的范围。那这边我可以再更进一步的去调整。好，然后在测试图调整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把锁定的功能给关掉，这会比较好调整。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你改变它的位置，那布料可能也会跟着被影响。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的去调整这些也许我在下一段影片再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影片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